位主酒，我敢保证，一定会有兵路过。只要有兵一路过，那就会有金豆子掉下来。真的假的？这么玄乎？看，这是一梦摘的。你看，用这个金豆子换的，就在这里捡的。我的手帕！哎呀，老三回来！我的手帕呀，我的手！快跑！启禀天后，狄仁杰带到。狄仁杰，朝堂之上，天后面前，成何体统？这朝堂之上乱吼乱吠的，又成何体统啊？狄仁杰，几年不见，嘴皮子的功夫倒是半点没变。看来这牢狱，你是待得挺舒坦啊。这大理寺自是周全。各位朝中大臣，有空过去坐坐如何？狄仁杰，我大理寺伺候的再周全，这西都的极品佳酿，恐怕你也是很难喝到的吧？
极品。天后有话，但讲无妨。加上前日派去西都的大理寺卿刘正阳，这是第几个死在西都的了？这是第3个了。说说，都是怎么个死法？被害者，大声点儿。死者被幽兵所魂，瞬间肉身化沙，只留白骨。如今这股幽兵杀人之风都吹到我洛阳城来了，还说我是什么天煞孤星？这幽兵杀人，应该找道士啊。看来我是没命喝这极品佳酿了。哎呀，罪臣现在还在服刑之中，一来不符合大唐律法，二来嘛，这朝中老臣恐有非议啊。哼，派罪臣前往，怕是不妥吧？狄仁杰，10日内你若能彻查此案，我便免你牢狱之灾，且官复7日，不破此案，提头来见。7日，疯了吧他！燕儿，我们离西都还有多远？刚过青石镇，大概还有20里地吧。我们都在路上晃了2天了，咱们狄大人还真是安逸。这才是我们的狄大人嘛！燕儿，你听，这肯定是来迎接狄大人的。你当狄大人是当今圣上啊？你们好吵啊！狄大人，你起来了，日上三竿呐！真晦气！官财，一见发财，这寓意着狄大人要升官发财呀！阿苏啊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你看前面的那个人，呼吸细密，眼神锐利，走路步伐稳健，这一定是个练家子。还有那4个抬棺的杠夫，那口棺木是西域红床木所制，加尸体起码800斤重，但是他们走路却如履平地，腿功一定不在你我之下。还有那个双手藏在袖中的人，暗器发而不绝，决意毙命，一定是一个暗器高手。再看那个撒纸钱的，尽管在尽力掩饰，但手力挥动有力，柔中带刚，肯定是一个练上3路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作为一支出殡队伍，竟然没有一个哭丧的人。看来，我们是遇到抬棺劫匪了。大人小心！哎，狄大人，你这个乌鸦嘴！炸死啦！
管闲事，把他人灭了！大侠饶命！我们只想劫个财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滚！多谢少侠相助，敢问名讳，李某改日登门拜谢。在下姓李，路见不平而已。我还有要事在身，告辞。果然是英雄出少年。他的剑比我的刀只是快那么一点点。走。西都镇。大人，这个地方好奇怪，会不会真的有鬼啊？大人，这西都镇果真怪异。乡亲们，别怕，都出来吧！圣上钦点，钦差狄大人驾到。大人，乡亲们可能没有见过神探，对你心存畏惧。回去吧，前面死掉的几位大人也是这么说的。回去吧，这幽王的事，凡人管不了。这位大神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位是名动洛阳的神探狄仁杰狄大人。我可以用我的绝世容颜和狄大人的项上人头担保，幽并案5日之内必定告破。玉，拜见狄大人。你就是县委张广发？正是。狄大人，下官得知您在东郊遇到了劫匪，下官失职，未能保护好大人周全，请恕罪。我没事儿，都起来吧。张县委，你们这个西都镇还挺有意思。回大人，这幽兵一事闹得满镇人心惶惶，一旦入夜，幽兵就出来索命，百姓都不敢出门，生怕被幽王索了命啊！走，去县衙。是。狄大人到了。卑职周宗拜见狄大人。大人，您舟车劳顿，下官已备好酒菜，还请先行歇息。先办案吧。大人请。拜见狄大人。大人，您这是？案件的卷宗呢？大人，这是幽并案的全部卷宗。这卷宗上说，黄县令是沙化瞬间而亡，人的肌肤遇火都难溶，岂能瞬间沙化？说说吧。禀大人，
此事我和张县尉二人亲眼所见。那日，我和张县尉二人随黄县令去了幽滨路上。大人，听着马嘶之声，里面恐怕真有不干净的东西，我们还是小心为好。是啊，大人，装神弄鬼，我倒要看看有什么牛鬼蛇神。叫！大人！张先生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跟上！黄大人！大人！黄大人！黄大人！禀大人，小人所言，句句属实。这页纸呢？怎么会少一页？大人，这牛书吏是鞭策管理的，属下真是不知道啊。牛书吏，他人呢？回大人，那个牛书吏，自从这黄县令死后不久，便患上了失心疯，之后就不曾再来县衙了。明日带我去见见这牛书吏。张大人，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县衙？在下邵阳人士，9年前武进，是兵部沈大人举荐在此登差。幽兵部，幽冥户，有去无回黄沙户，鬼门开留不住，三更一到。张县尉啊，这首儿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啊？有个传说，见到幽兵的人，即便侥幸逃脱，也会被抓回地府。嫂子，张大人，这位是朝廷钦差狄大人。狄大人好。不必多礼。牛书吏可在？黄县令死后不久，他就这样疯疯癫癫。狄大人，他一定是被幽王勾走了魂魄。牛书吏，狄大人来了。都会死。牛墨田，狄大人在此，你这成何体统啊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不能走！幽兵见到，幽王上！干什么？幽兵路，我们会死的，会死的，会死的，我会死的！我天，你干什么？幽王大人，求求您放过我们家老头子！幽王饶命，我们不该去幽兵路，求求您放过他吧！求求幽王大人放过他，放过他，放过他，放过他！
又发现两具骸骨。阿苏，快去通知燕儿。大人，可不可以不是我？来人，把牛淑丽的尸体送往差神庙。等等我！大人，就在里面。大人，已经跟苦主证实过了，死者是县东城的张三和赵四。继续。大人，此二人是城中出了名的泼皮赌棍，逢赌必输。在遇害的前天，在赌场输了个底儿朝天，卑职以为二人到此必是为了捡那金豆子而来。燕大人，这就是煞神庙，此案甚是奇怪，故把尸体安放于此，以煞气镇压，祈求太平。这个地方很恐怖。燕儿，你赶快验尸，我想回家。年纪约60岁，皮肤呈暗青色，胸前有一红点。人都死了，这么可怜，你还拿针来扎人家？无中毒痕迹。我亲眼看见他死的，肯定是中邪了。这条路通往哪儿？啊，回大人，这条路直通山里，是樵夫砍柴的山路，平日很少有人走。我和周县城查探过，并没有任何的发现。大人，发现一条手帕。忆梦斋。禀大人，这忆梦斋是本县有名的青楼，里边多为西域的绝色女子，卖艺不卖身，一般百姓消费不起。大人，张三和赵四家徒四壁，怎么会有银两去青楼？走，大人，喝花酒去。先去煞神庙。灰色，这种状况只会在死亡5天后出现。尸臭味。可是他才死2个时辰，他体内的器官已经开始腐烂了。所以说，牛淑丽早就已经死了。难道我们看见的是鬼？这世间根本就没有鬼，只有装神弄鬼的人。大人，燕儿她在吓唬我，说这牛淑丽已经死了好几天了。我也只是推测。牛淑丽死前手足抽搐，
看情形像是猝死，但又能闻见尸臭味儿，很显然他体内的器官已经开始腐烂。大洋，你怎么看？每个人都有秘密，只不过有些人隐藏的比较深而已。燕儿，把这个秘密挖出。禀大人，此处安放的全是在幽冰路上遇害之人，以煞气镇压，以保太平。之前被幽兵所杀之人全部是沙化而亡，偏偏这牛书立却不然。看来，这幽兵杀人的花样还挺多呀。打开，来人。果真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燕儿，你看这些细孔是首饰吗？这线孔太小，没有合适的线绳来穿，即便穿上，丝线细且锋利，稍有不慎，便会将皮肤割伤，故不适合制成首饰。这幽兵身上怎么会掉金豆子呢？在我看来，此等工艺并非出自民间。难道来自阴间？大人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？我好怕。大人，张三和赵四的尸骨带到。阿苏啊，回家多无聊，我带你去喝花酒，怎么样？啊，狄大人，这不妥吧？这案子棘手，我相声人头也待不了几天了，倒不如及时行乐。大人，等我啊！大人，据说这一梦斋是这里最好的青楼，西东乃交通要镇，因此一梦斋的女子多数来自外邦，到此之日无不醉生梦死，钱财散尽。快快！哎，姑娘们，接客来！快来！你会喜欢浪迹天涯的刀客吗？没品味。这位客官，您第一次来吧？来对地方喽。哎，像您这么英俊的人啊，一表人才，我安排一个貌若天仙的女子给你好吗？我再说吧。也是没品味。认识这个吗？哦。这个是月奴姑娘的，她是我们这里1等1的美女啊。那她现在人在哪？她现在有课，我安排别的给你啊。不必了。哎。
客官，哎，慢走啊！来啊您，再喝一杯。你谁呀？给爷滚出去！你聋了吗？啊！月奴姑娘是我的了。喝醉了，喝醉了！哎，来人！走啊！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大家继续。这位客官，小女子稍后还有客人，我们择日再聚。姑娘，跳支舞如何？听我说，一梦斋出入的都是纨绔子弟，姑娘闺房中怎么可能会有黄土？我进来之时，奇风依旧，按理说所有的窗户都应该严丝合缝。我想一梦斋的下人应该不会犯这样的失误吧？快看，案脚上残留的布料质地粗糙，不像文物贵族所留，倒像行走江湖之人所留。还有，屋内所有陈设都井然有序，偏偏案几上册子如此凌乱，显然有人在匆忙之中翻查过什么。还有，你有没有闻到屋中弥漫着一股兵器防锈油的味道？看来来者不善。你确定吗？快现身吧！是你！我以为你和别的狗官不一样，没想到也是好色之徒。你鬼鬼祟祟，在此作甚？自样道理，有必告诉你。不好啦，神探狄仁杰发飙啦！云天大人动手，束手就擒！停！刚上任就在这花天酒地，我杀的就是你们这个蠢棍！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姑娘，就算我不保护你，我的刀也会保护你的。月奴姑娘，请坐。您就是钦差狄大人吧？刚才那个人，你认识吗？不曾见过。这个东西，你可曾见过？前几日，一位面生的客人拿着这金豆子来过。月奴姑娘，你可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金子啊。看来月奴姑娘身处这一梦斋之中，对外面的事情不是很了解。
李少侠，昨日之事你也清楚了，都是误会一场。狄某给你赔不是了。啊，此事在下也有不当之处，都过去了。昨天晚上，你怎么会去一猛斋的？我有一个结拜义兄，几个月前失踪了，我一路追查，就追到了一猛斋。你义兄眉眼有道疤痕，为了救我所伤。给我看看。我义兄平日爱打抱不平，却也好去风月之地。自去了这一猛斋，便了无音讯。我怀疑他的失踪跟一猛斋有必然联系。大人，好消息，牛淑丽的尸体有新的发现。李少侠，你哥哥的事就交给我们了，你在这儿好好休息，我们走。大人，这是从牛淑丽鼻腔中取出来的。根据我的推断，此物应该是西域的一种奇毒，叫青娘子。青娘子。我曾经听我师父说过，这种毒对用量极其考究。按照尸体的形态和迹象来看，是青娘子无误，但她的死法却又完全不符。大人小心，飞镖有毒！老黄牛淑丽的尸体。我的刀上蒙有美人剑，大人小心！燕儿，红色交给我，蓝脸的交给你。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这案子现在越来越有意思了。青娘子之谜，或许有个人可以帮助我们。客官，姑娘们都歇息了，您要不改日再来吧？啊，客官，客官您改日再来吧，客官，客官。谁？是我，狄仁杰。姑娘不必惊慌，狄某前来有事请教。
狄大人，您这习惯甚是不好。姑娘如此看来，更显清新脱俗。不知道来自西域哪国？乌孙国。姑娘有没有听说过一种叫做青娘子的药？青娘子乃西域特有香粉，取自西域的摄魂花。此花生长于雪山之巅，30年一开。易梦斋恰好备了一些。此香粉用量极其考究，用量适中可提神养颜。倘若用量过大，轻则致幻，重则疯癫。大人别。这种香粉在西都镇常见吗？那是自然，这里往来商客甚多。哦，对了，月奴姑娘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有过一面之缘，他脸上的这道疤很是显眼，性子也和你有几分相似。那日他强行将我一个客人撵了出去，还打起来。不过那是几个月前的事了。哎，狄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月奴姑娘为何会流落到此地？小女子自幼家道中落，随兄长流落至此。兄长贪财，将我卖于易梦斋。狄大人，您刚刚中了青娘子，刚才那香气您吸入过量了，所以产生了幻觉。李少侠，好些了吧？好多了，没事。我帮你看看伤口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真的没有想到这县里竟然有这样的高人。这是被张县尉打伤的，不过幸好我封住了自己的血脉，才没有扩散到其他经脉。要不然我真的会被这西域奇术要了命去。西域奇术？
家老头子自黄县令死后，就一直关在这屋子里。张县尉来看望过几次，也无济于事，还是每天锁在这屋子里。不久后，便神志不清了。他一定是被幽王给缠上了。这人怎么会是你？大人，燕大人请您速回。大人，您看，大人，这武功叫韩阴指，是西域奇功，被这种武功所伤的人并不会立即毙命。寒毒会顺着经络汇拢至心室，在这之后，心脏被寒毒瞬间侵蚀，才会致死。大人，这是被张大人所伤。张广发？是。李少侠，把那日你与张广发交手的情形再给我说一遍。那日，我与张大人交手，无意间划破了他胸前的衣服，隐约看见他胸前似乎纹有圆形图案。他看似非常在意，对我喊下毒手，招招致命，还用寒阴指将我打伤。我顿感气血逆流，眼前眩晕。慌乱中，我将他的手指折断，并封住我自己的天会穴。我说过，每个人都有秘密，只不过有些人隐藏的比较深而已。张大人，你是什么时候？有个传说，见到人牙手样七面九星，年年也会领着回地。燕儿，跟我来。撤！离破案期限还有3天，看来我们要提前结案了。撤！如果按照李少侠所说，我想牛书立也是遭此毒手，并做出幽兵锁魂的假象，想让我们知难而退。燕儿，你看，是不是和李少侠所受之伤一样？这伤口看似接近，但并不像李少侠经脉所现那般。大人，您的推断恐怕有误。大人，这会不会另有蹊跷啊？不可能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。
李大人，让我看看。李少侠，你可欠我一个大人情。我说过，我再也不来这种恐怖的地方了。大人，您的猜测没有错，这确实是被西域寒阴之所伤。各位莫慌，这是尸体气脉逆通所致，尸体内还有元气未泄。刚才李少侠不过是打通了他的逆脉。果然和张狂发有关。看来牛书立是掌握了幽冰案的有关线索，张广发不得已用青娘子把他毒封。为何不直接把他杀了？为了避免再生事端，毕竟他是县衙的人。可惜，人算不如天算。燕儿，这是我在牛书立家中找见的，正是县志少的那页。这上面写的鲁王墓和案件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还记得我们在现场发现的金豆子吗？你是说，这是鲁王墓的宝藏？没错，你说过，民间没有这种工艺，玉铺地，金做帘，这就是鲁王墓里的金帘子。用金豆子串成帘，这得有多少财富啊！小时候，听老人说起过鲁王，他家里有座金山，死后便命人把这座金山搬到他的墓穴中去。没想到他的士兵在搬运金子的过程当中突然消失了。后来有很多人都看到，鲁王运金子的幽兵经常出现在深夜的大路上。大人，难道这些幽兵就是当年消失的士兵？不，张广发，快走！张广发有重大嫌疑，一定要将他速速归案。大人，抬起头来，何事如此惊慌？赵大人被幽王把带走了。是张广发？是大人。往哪条路走了？幽冰路，幽冰路。撤！狄大人，阿索，看好马。
3个月到跪地府，在幽冥楼上活下来的人就剩我了。是幽冥，幽冥来索命了，都得死，我们都得死。大人，幽冥不见了。大人，前面没路了。大人，这一路下来中间并无岔道，太诡异了，一定是幽冥所为。不可能，一定是哪里弄错了。不可能，幽冥是你我亲眼所见，前面就是悬崖峭壁，人怎么可能会忽然消失？除非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绝对不可能。一定是哪里出错了，大人。也许真的是幽冥在杀人。你也这么认为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我们解释不了的东西。天地生万物，万物宗源皆可溯，一切都是可以解释。那你怎么解释刚才的一切？我们回去吧。你现在无法冷静的思考。这会不会另有蹊跷？百姓都不敢出门，生怕被幽王索了命。心有其数。刚上阵就在这花天酒地，我杀的就是你们这种狗官！你确定是？太诡异了，一定是幽冥所为。齐大人，幺儿又给你送吃的啦。不用送了，他不会吃的。我是想让他喝点稀的。这2天你送的都被我吃掉了，你不要把我当猪喂。你是想破坏我的绝世永远吗？我说过，不要拿手指指着我。别拍了！离破案期限只剩1天了，你还闹？又要把我的手指掰断了！看你以后还敢不敢？断了，要断了！姑奶奶啊，不啊！狄大人，狄大人，狄大人，不好，大人要去洛阳送人头了，快抓住他啊！大人。燕儿，快去通知李少侠。是。大人，周宗在看护好杀神庙，是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大人，你带我来此是何用意？你真怀疑幽冥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佛说，不取于相，如不动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
期啊！李少侠，大人，你怎么知道这严氏号有机关？你记得那天晚上你对我说过什么话吗？什么？你说，只要是人就不会平白无故的消失，除非会穿墙。茅山有一种叫奇门的邪术，就是有人提前在门后面做好了手脚，到时候只要找到一个着力点，轻轻一推，门就开了。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走。不过是一些障眼法而已。李少侠，你怎么看？看来这易梦斋和幽滨案有必然的联系。我早就怀疑这月能。你也这么认为？这易梦斋鱼龙混杂，背后肯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看来我们需要去探一探。不过在去之前，我有一件事情得搞明白。这易梦斋是本县有名的妓院，里边多为西域的角色，卖艺不卖身。我有一个结拜义兄，几个月前失踪了。我们会死的。线索为何都指向了李少侠？不可能！在下姓陆，路见不明而已。是你！我真的没有想到这县里有这样的高人。这个伤口是被张县为的。大人，让我看看。大人，也许真的是幽滨在杀人呢。我早就怀疑这月能。看来这易梦斋和幽滨案有必然的联系。我早就怀疑这月能。姑娘，这位客人来者不善。3请一道归地府，把月奴。月奴姑娘。
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，是很危险。大人，云奴姑娘，云奴姑娘，云奴姑娘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。上次潜伏在你房间的刺客，他和幽冰案有关系。被他杀害的人，胸前都会出现怪异的图腾，随后化沙而亡，所以你的处境非常危险。狄某无意冒犯。云奴姑娘，小心！大人小心！为道，法相世。地狱门开，神道杀神，佛道杀佛。你醒了？我们都担心死了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昏迷的时候，嘴里一直念叨着煞神庙，我们就把你送到这儿来了。我们赶到的时候，你已经昏倒在地了。狄大人，狄大人，你已经睡了2个时辰了。月奴姑娘化沙而亡。大人，我们离结案只剩下3个时辰了。大人。燕儿，南婉，这探案的过程就像拼七巧板，每一部分都很重要。大人，为什么沙子突然之间流血了呢？这不是沙子，这是一种西域蛊虫，叫嗜血毒沙。凡中蛊之人，顷刻间会被虫子吃掉肉体，吃过血肉的虫子会瞬间化蛹，形如沙粒。化身为沙的蛊虫有6个月的休眠期，并且坚硬无比，这是他们对自己最好的伪装。所以说，这些人都是被虫子吃掉的。没错，凶手正是利用这一点，在幽冥道上制造出肉身化沙的假象。
所谓的幽兵杀人，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。每个人都有秘密，只不过有些人隐藏的比较深而已。是时候揭晓谜题。周总在，集合所有衙役。是大人。阿苏，大人。去帮我办件事情。是大人。快！这里怎么会有密道？是啊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之前我们已经探查过了，怎么没有发现？真是太不仔细了。难道这里也有密道？没事，怎么会有2个密道啊？走，走，快跟上，跟上！这条才是脚踏老巢的康阳大道。快把火把灭了！去死人还是活人啊？好像是死人。谁？怎么回事？是他？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被杀了吧？怎么回事？对呀，怎么回事？你竟然能找到这里！大唐神探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李少侠，这是送给你们的见面礼，喜欢吗？狄大人，我重返密室，发现了我哥哥的佩玉。我想，这断崖定然另有玄机。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密道，我一路寻来，没想到竟遭到他们的暗算。狄仁杰，我处处如履薄冰，没想到还是被你看出了破绽。你这招偷梁换柱的确高明，让我一度以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怪存在。可惜，百密而一疏，你竟忽略了自己的断指。我由此推断，你定是找了一个替死鬼。那日我们见到的并不是你，我甚至一度以为这一切都是李少侠所为。其实，你才是这幽兵案的主谋。即便如此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啊！只要我唤醒幽兵，10个狄仁杰也死无葬身之地。那既然如此，就听我把故事讲完如何？来，20年前，在西域有一个小国，曾经鼎盛一时。中原的鲁王将战火烧到了那里，一夜之间亡国覆灭。或许是天意，王子和公主逃了出来，被他们的国师带到了中原。多年以后，鲁王死了，这对兄妹找到了他的宝藏，企图复国。
他们利用阿苏那毒瘾，制造傀儡来运送财宝。鲁王财宝数量巨大，运送途中难免被人发现。你们便用嗜血毒杀将他们残忍杀害，并制造出了幽兵借道杀人的天方夜谭。这幽兵一事闹得满镇人心惶惶，你们甚至连几个钦差和黄县令都不放过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夜兰国的王子。精彩！精彩的还在后头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夜兰国的公主也在这里。狄仁杰，要我叫出她的名字吗？月奴姑娘。他不是华杀了吗？狄仁杰，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就知道你会是我们兄妹最大的对手。我一直怀疑，看到幽兵都是幻觉。但如果是幻觉，那我理应毫发无损。当我在煞神庙醒来的那一刻，我便知道，我又陷入了你们的设计之中。那天你大概也想杀我，只是不忍下手，便制造出被幽兵杀害的假象，从而彻底让自己摆脱跟幽兵案的关系，并伺机复国。其实你有很多次机会可以杀掉我，月奴公主。你并非来自乌孙国，而是夜兰国，那里盛产一种叫阿苏那的毒瘾，也就是青娘子。中毒后令人神志不清，任人控制。你们正是利用这个，在异梦斋挑选幽兵尸源。我想，李少侠的义兄也遭毒手了吧？你终于现身了，周县城。哦，不对，应该叫你夜兰国的国师，幽兵杀人案的幕后主使。好一个狄仁杰！我自问算无一策，但还是被你看穿了。好。在我夜兰国复国大计的路上，如果你狄仁杰是道坎儿，那这里就是你的坟墓。公主，请。他这是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
杰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狄大人，我来了！好样的！健康龙锏！快去帮李少侠解开穴道！狄仁杰，你毁掉问天仪，幽兵就再也不受控制了。李少侠，我来救你了！快解开我的天文穴！李少侠，这些幽兵都是他控制的，快把他身上的灵针割下来！李少侠，他已经不受控制了，快把他杀了！快呀，他已经不是你英雄了！哥，哥，啊！
国师，国师，国师，被口出死，那的是可惜，看不到疯狂的那个国师。呀！报告大人，发现一个密洞。启禀天后，罪臣已如期破获幽兵杀人案，享天恩浩荡，西部镇迷雾已除，重回往日盛世，百姓感恩天后圣威。狄青，你如期告破幽兵案，明日便可前往大理寺续职。我大唐盛世有狄青，又何患鬼神作祟？狄某危老，岂敢不自量力？天下大业，百姓之兴，还请天后广施恩泽，以社稷为重。报！天后，宣武门妖龙盘天，足有60丈高。公主他被妖龙叼走了。